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哇，这么深哦！全部倒进来吧。小心它跳到下水。有够大只。你看这个也是吗？哦，很像这个很大哎。如果我给我阿公看，说我来这边开鹅啊，然后这样开，就闹科里，怎么可能？要拿铁锤开鹅啊？很香甜哎！哇！你看这个蟹膏的这个虾膏，爽吗？爽，比化妆还要再重一点。可以讲一点点，不可以讲太多。你很难想象这样是一间庙，泰国的庙。我觉得在泰国应该是唯一的。哎，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民宿的老板。对，你看他有民宿，还有这个杂货店，很多。这边是泰国之前的对零食，这个是绿豆脆脆的，你可以吃吃看。哦，好好喝，是不是？是不是？咸咸的。哎，弟弟来，กินไหมคะน้องกินไหม一起来吃。它里面不拿脸，OK。好爽的，弟弟。这个是罗望子糖，我小时候也超爱吃的。我很爱吃罗望子。酸酸甜甜的。1ถุง5 บาทค่ะ5块而已。哎，这个在台北市基本上没有了，你一定要去乡下才会看得到。然后这个糖。是在你的嘴巴啵啵的那个。对，没有，第一次听到有人形容这个跳跳糖是用啵啵。泰文的啵啵，真的假的？中文是什么？我们就叫跳跳糖而已。跳糖哦，มีโค้กเป็นถุงไหมคะมีค่ะเอา1ถุงค่ะ可乐。对，然后骑脚踏车，然后唱歌，哦耶，哦耶，哦耶，真的哦。哦耶，对啊，台湾有装这个样的袋子吗？没有，台湾可乐不会这样装，台湾可乐就是一瓶一瓶。小时候也有，那个坤哥的小时候跟我的小时候不太一样。那坤哥的小時候跟我一樣嘅。Amy 姐，Amy 姐，ขอบคุณค่ะขออีกหลอดเผื่อได้ไหมคะได้ค่ะเดี๋ยวอีกสีนึงให้โอ้ยโอ้ย哎，这真的是有那种，因为你骑脚踏车，你可能很不好拿一瓶，你就直接用一个袋装，你可以挂在那个上面。水上杂货店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藏宝箱，你永远不知道会在里面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老式零食、怀旧玩具，还有藏在角落里几十年前的生活痕迹。每往前一步，都像在打开一个时代的抽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我们看图说故事的话，有点像，该不会是那种过年大家坐在那边，然后感觉是事有蹊跷？对，我们泰国人之前就常常玩，就是有一个当庄家，是选图案对不对？泰文是น้ำเต้าปูปลา，น้ำเต้า是塔，ปู就是螃蟹，ปลา就是鱼。你当庄嘛，对不对？好，那我下这个鱼。好，然后我就插了一个。哎，这什么？有中吗？没有。这是什么？里面是它里面有3个机会哦，每一张都会有3个机会。对，那其实庄家通杀蛮好用的，有可能会重复哦，有可能会重复，对，重复就是2倍。2倍，对。那这个我就吃掉了。你看这边上面就有葫芦，然后老虎跟这个螃蟹。对，我看我鸭鱼，这个很特别，这是古早味的扭蛋机。才1.8บาท要1块钱吗？啊，要1块钱。哎呀，我看到很多1块钱，然后转，然后就掉下来了。
是不是上面都有那个号码？对，什么404啊、380、488、64哦，好像没有，因为这边都3有位数的。46哎，46啦。这个很难哎，要用牙线。用咬比较快。哎，等一下啊，384、436。如果洗衣精也很好。没有436，436有吗？这个有364啊，3个号码都对，但位置不对。可能的吧。然后我这个是384，对不对？这边有个384有吗？有个380。看这个应该有333。980。0605。哎，你没了是吗？对。去换5块。还有5块现金奖。对，5块。那你刚换5个1块，再来个表。也太有趣了吧！原来泰式扭蛋机是这样的玩法，真的会让人一颗接一颗的扭，超级上头。不过在这里最不能错过的是一旁复古的泰式奶茶铺，看看最经典的泰式甜味藏着什么样的老派魅力吧。有咖啡、泰奶，粉红色的奶。粉红色的奶，这听起来蛮好喝的。我来一杯粉红色的奶好了。好。你会不会发现这边每一个都很有历史，每一个角落？你看这个，超过60年了。这个你看，这个 7 Up 的牌子还是旧的。你要不要少糖一点？要。หวานน้อยนะคะ。哦，有要求哦。拍谁？你刚讲什么？那个糖。还吃下去哦。然后他就拿那个热水，直接这样泡，有点像丝袜奶茶的概念。这样。哦，那个颜色。这个是最经典的泰国奶茶，我也点少糖。可心间怪怪的。没有啦。人家说东西很辣，人家说这个很咸，然后现在人家说少糖。哦，粉红色的奶，那个加的是。我跟你说，你的应该很甜哦。你的颜色很可爱。要给大家看，很可爱。我又发现一个东西了，我很想要那个可口可乐的杯子，因为那个杯子应该也是有20-30年、30-40年的历史，那个在其他地方买不到，因为这是要历史的痕迹才有，大家一看就会发现了。你ชาไทย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ะ。你看这颜色多漂亮。这个。不会很甜，没有很甜，真的很赞。我的粉红色的奶来了，这粉红色的奶到底是什么奶？我要喝喝看。怎么样？台湾有吗？台湾好像没有，因为它这个真的很特别的味道。然后因为它有加面粉。蛇皮果。难怪我会觉得有点熟悉，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在台湾比较少一点点。你要说好喝吗？我觉得就喝一个新鲜呐。这几天有幸真正住进水上人家，感受泰式复古情怀和敬拜礼佛的日常，让旅行不只是体验，更像短暂成为了在地人。接下来我们也将告别水上人家，一路驱车前往泰国的东部，从大河文明的生活转向截然不同的热带海岸风光。我们在这个大象庙，大象占卜庙跟那个社球和尚沟通完之后呢，其实我有许一个愿啊，就是希望这周刚好在打这个 WBC 经典赛，然后我想说今天对韩国很紧张，赢了就有搞不好可以进复赛，结果真的赢了。我刚第2下拿那个大象的时候，真的拿不太起来，就是它有点起来又有点不起来，就跟今天的那个比赛的结果是一样，很惊险，心脏有点一直跳这样子，很紧张，但是还是赢了。真是不好意思，毕竟我是个运动迷，尤其又刚好遇到这么重要的赛事，难免会私心祈求一下，也没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或是要大家迷信，只是心有灵犀的小缘分。当然，激动过后还是得好好的休息。听段哥说，一路到东部还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沿路的风光也随着时间慢慢开始有了变化。哎呀，途中了，东哥还要多久？很累，还要一段时间呢，有一点累，对不对？对啊，但是刚睡醒，口气有点不好，你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啊？口气不好？对，哦，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很内行的，有个好东西再给你一下，试看一下。这好东西给你看，直接喷吗？直接喷，直接喷。哦，
整个人都醒了，不错哎，清爽，对不对？很清爽。这边呢？好了，但重点是还是要上这个厕所吧。对，要上个厕所，还有多少时间？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建筑问府也叫做庄塌五里，是东部最重要的府份之一。虽然没有华丽的景点，却是品尝道地风土特产的最佳去处。如果你想远离喧嚣与吵杂，来一场最纯粹的泰式生活之旅，那么东部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靠海的它更有丰富多样的海鲜资源。可惜我们现在来到距离这个曼谷大概3、4个小时地方的庄塌五里，对，在它不离。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拉船了。对，我们要是渔民了。好，今天要补什么？生蚝。对，你喜欢吃生蚝？喜欢。哎，那没问题了。我就是一定要现场打开，然后直接在船上吃，那种是最好吃的。真的。那你们也是生吃，不沾任何东西？不可能吧？不可能，我们要沾海鲜酱，还要跟那个银环山，你知道吗？不知道哎。一个菜。要搭配的，对对。这我还真不知道。萨瓦迪卡。所以村长，这个就是我们的船。อันนี้คือเรือที่เราจะนั่งไปใช่ไหมครับ对。它可以坐几个人？สามารถนั่งได้กี่คนนะคะ10คนนั่งได้10คนนะคะ10个人。可以坐10个人。哇！哎呦，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原来这里的海水纯净无污染，又有红树林生态提供养分，用来养殖生蚝最适合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一样大海的恩赐。更是让所有人来到建筑问都不能错过的美味。这个我们先去抓这个虎虾，因为它有一节一节的那个条纹，看起来就很像老虎。对。但你知道它有多大只吗？大概这么大。没有，大概20到30公分，就大概是这么大。一只虾这么大，它会比那个台湾那种炒虾更有存在感。我们已经准备好手套，真的，对，因为它其实蛮刺的，要小心一点点。煮汤应该蛮不错的。然后炒那个花椰菜也好吃哦，也有吃烤的，泰国有吃烤的。今天算是还好，没有很对，有风，其实蛮凉的。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建筑问竟然也是野生虎虾的产地。而虎虾是什么来头，相信不用我们多说。尤其是这种野生的海虎虾，通常只会出没在纯净无污染的海域，可不是随随便便想抓就抓得到的哦。可以啊 ，OK ค่ะ OK หนูผักเลยนะยังค่ะอันนี้直接开始哦，อันนี้太突然吧？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抓这个虎虾。对对对，你问一下他。ต้นหลบเชือกก่อนนะ 你要挡低一下低一下。เชือกก่อนเดี๋ยวเรือต้องไปฝังหลักนู้นเก็บไว้หลักนี้哦，我们要绕到这边。哦，等一下，那等一下。OK。หัวนั่งลูกหัว哦，อีกแล้วเหรอคะครับตรงนี้เองตรงนี้เองโอเคตรงนี้เองเดี๋ยวดูวิธีเก็บอวนนะครับจะเก็บเลยเหรอคะหรือรอแป๊บนึงได้ไหมคะ那我们要怎么抓？เราจะจับยังไงอะคะเดี๋ยวเราเก็บอวนก่อนครับ哦，我们要把那个网子捞出来，就是放网，然后直接捞起来。网子就是等虎虾进来。对。哦，就是做一个陷阱的概念。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直接拉了吗？怎么拉 ？OK ค่ะนี่อันนี้จุดปากอวนเนี่ยปากอวนอยู่ไหนอ๋อตรงไฮเตอร์อ๋อ你看到那个吗线线的我们要เดี๋ยวผมดึงขึ้นมาอวนจะขึ้น很远感觉很远哇这么深哦我们要เดี๋ยวผมดึงขึ้นมาอวนจะขึ้น很远感觉很远哇这么深哦有更近的感觉了快过来我拉这网子也太大了吧对有看到虾吗还没只看到网子原来野生的虎虾会随着海水的涨退潮而移动，于是当地人就在潮间带用竹子架起一座座的支架，再将大型的虎口网架设上去。当潮水流动时，网子就会像个大漏斗般一样贴着海底，并借由海水退潮的海流力量，将虎虾带进陷阱之中，让他们来个自投罗网。ลึกประมาณ4-5 เมตร有了นี่ปลา啊鱼哦有点东西了我们吃太多鱼了这次我们要吃虾了鱼先不要我จะทำหน้าที่ยืนอย่างนี้ปากกระฟ้าง
那ของจะว่ายเข้าอวน 哦，就是虾就会跑进去。对ใส่น้ำแรง 所以我们现在把网子全部收起来，对对对，哦，有很多鱼耶！ เลย 啊，鱼是很多啦，鱼很多，对，虾目前是还没看到，你有看到都吗？是网子，没有看到虾，只看到网子。还没看到网子的尽头， ของปลายหางเลย 前面，他说前面。 เล็กๆน้อยๆเข้าก่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ยังมีกุ้งลง 哦，他说中午就是大部分都是鱼，刚晚晚上才是虾，哦晚上是虾 แล้วกลางวันจะมีกุ้งใหญ่ๆลง 没有虾，有吗？咪กุ้งไหมคะ 有啦，咪有吗？ มีกุ้งใหญ่ๆลง 哎，还是有一些，有，蛮多的，很大只哎。哇，有 โอ 哎， เค 我们现哎，在真的很大只，真那个的虎虾真的是蛮大只的，把虎虾放在这边，来吧， ระวังดีดตก 全部 น้ำนะ 倒出来吧，小心它跳到下水。哦，哇，有够大只，有，很活跳跳。对，我们要保护它，要不然它等下跳回去就尴尬了。很大，它是粉红色哎，我记得。有点那种，哇，找一只大只的，有吗？有，刚那只很大，这只也不错大，你看。 น้ำมันไม่เดิน 我们要抓一个虾头 ก็。เดี๋ยวน้ำมันไม่เดินเอาว่าทั 好， บ 这只最大，最有活力的就它了。 กูมัดดีอ่ะ 哦，对，你的很大哎。你看它这个，最主要就是它这个斑纹， OK。最主要就是它这个斑纹有没有像一节一节有像老虎的那个纹路，所以它叫做虎虾。哦，不见了！我见了！最大只的，ฟ้านั่นแหละโอเค厉害耶！这我故意让它下去的，哦，让它游泳一下。懂不懂？好。它这个颜色其实都还蛮漂亮的，啊！又第二只了，它不见了，抓不到了，拜拜了。看到吗？可是你小心哦，小心哦！我平衡好了。前面有人啊，ไปแล้วไปแล้วไปแล้ว 还是抓不到，我看另外一边。没事，没有 ไปแล้ว 了，ไปแล้วไปแล้ว 没事，我们够的，够剩的。 7只。船长他昨天来放网的吗？ เมื่อวานมาวางอะไรนะตะข่ายไว้ตรงนี้ใช่ไหมคะ ครับผม อ๋อ对昨天所以这样子收成算少的还是多 อัน 的？ นี้ถือว่าเยอะหรือน้อยคะที่จับได้ ไม่เยอ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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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ยอะสุดจับได้เท่าไหร่คะ เข่งไม่พอใส่อ่ะ 满满的，他说很少。很少，因为通常是更多的话是这个不够，这个网子一整不够。一整个网子不够。对。哦，กุ้งลายเสือก็ค่ะกุ้งลายเสือขายได้เท่าไหร่ กิโล คะ 450 โลละ450，1公斤450。你说什么？1公斤450块台币，也就是说，今天这种尺寸大概4只1公斤，一只也才120块台币不到，这是什么佛心的泰国价格啊？要知道，如果在餐厅里面，一只没有个300-500块，想吃到它应该是蛮困难的吧？我们刚刚船长说只要出去30分钟就好，我们足足开了75分钟，2.5倍。哦，那我们要跟的阿姨要来抓生蚝。对生蚝它其实就是用那钩子把它勾起来。泰国其实有2种生蚝 OK 一般的小的叫生蚝，对，海南肉，可是大的叫海大grown，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大生蚝，我们要来抓我们等。一下看抓出来大小多少。刚刚那个对船长说可能会跟我手掌1半大，这么大。 ทำไมต้องใช้ขวดพลาสติกอะคะ เป็นทุ่นร้อยให้ร้อย 哦，他说要用保特瓶，因为可以伸出来它，就浮起来这对，样子。浮起来，没 เอ 错。 อนั่นแหละ 哎，哦，那是是吧？是吧？那到底是石头还是牡蛎对，是。它跟我手掌一样大哎。对。我以为那是石头，就不是哎。哦，我已经准备好了。哦，这个，对，这个是银河银环，河环要吃它的叶子这边叶子，等下配生蚝吗？可以生蚝，然后海鲜酱。哇，很大颗哎！跟阿姨说，我先给镜头看一下。哇，很重吧？这个大概有3公斤，哦，这么多。我看一下一袋里面有几个，它粘住了。等一下。这个就是2个吧， อันนี้2ตัวไหมคะ2只。 2只，人手小心。好3只3只4只，每一个都够大哎。原来这种贝尔切具牡蛎是泰国重要的经济养殖贝类之一，外壳厚实且形状多变，因为肉质洁白肥厚，也有白蚝之称，在热带气候下生长得非常迅速。
而且为了方便采收，当地渔民更采用增加广度、减少深度的方式养殖。白蚝入水最深不超过2公尺，也能让白蚝清楚感受到潮汐的变化，对它们的觅食和成长可是大有帮助哦。有一个超大的，你看这个也是吗？好像这个很大哎。这个如果吃下去，那个胆固醇会过高，比我的手还大。这个你帮我问姐姐说，这个是可以打开直接吃。อันนี้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ดมาแล้วกินได้เลยไหมคะได้ค่ะ好，我们来开这个，请姐姐帮我们开这个啊。พี่ฝากเปิดให้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คะยาจะจับหน่อย 哦，老板才会。因为它这个真的太大了，你看你要从那边敲， ตอกตูดกัน 因为它真的太大了，可跟我们这个一般这样子敲开就好了。啊，要用。我第一次看到要这样开的。凶悍。哦，开了。好。我想看。ขอมีด好密啊，要剪要刀子。多大啊？搞不好这一小小的。这个应该会有珍珠哦。你帮我问说这个几年了？อันนี้ประมาณอายุ很大。อันนี้อายุประมาณเท่าไหร่อะคะ ปีกว่าค่ะ1年多。1年都长那么大。小心啊！很像在建东西耶。如果我给我阿公看，说我来这边开鹅啊，然后这样开，他就说那我磕你，怎么可能？要拿铁锤开鹅啊，这在台湾绝对看不到。台湾只是用刀子嘛？对，台湾用那个刀，咚一下就好，有个尖尖的刀子就好了。泰国的渔民真的会很多，毫无进展，你看多么的坚固。我很怕敲到我的手，还是可以给阿姨来。我很怕敲到自己的手。我们泰式吃法。泰式。好。怎么样？给你这个，来得及吗？好吃吗？我刚以为这么大那个腥味会很重，但是完全没有腥味。真的吗？对，它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我沾一点吃一半。结果后面它甜味反而被激发出来。半哦，对，很鲜甜呢。对，是不是？你刚刚很爽的。这里吗？有一点咸的味道哎，有甜有咸。然后这已经死掉了。这样，อย่างนี้ข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อ่ะจ๊ะตัวละเท่าไหร่ตัวละ50。这个很难开。一颗40-50块。一颗才40-50块。对。这么大颗40-50块。不说不知道，原来这种白蚝在东南亚地区相当的盛行，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生蚝不同。毕竟全世界可是有超过100多种的生蚝种类，例如法国的贝龙、吉多拉生蚝、日本的熊本蚝、美国的月光石生蚝等等，都会因为产地的水质和气候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哇，我们刚刚钓了。不是钓蛙的那个鹅啊，已经烤了。还有虎虾，你看这个超级大，这个是鹅啊汤的，就是鹅啊汤哦，对，这个精华所在。好像要一大口吃哎，但是很烫，你要小心。虎虾我先顺便也来烤一下，怎么样？你先吃看这个原味。我觉得它比较弹牙，因为刚刚它有一点软软的。我觉得这样烤过更好吃。真的哦。对，因为它那个泥巴味、泥土味少了很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我会更喜欢，而且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我觉得就很棒。因为其实台湾人在吃这个生蚝的时候，还是喜欢直接这样子吃，真的不用就是最原始的味道，它的甜味。我不用完全的。然后趁我在烤这个的时候，我们的村长夫人，她也帮我们准备了一锅汤。这个汤是什么汤啊？อันนี้ต้มยำกุ้งใช่ไหมคะใช่ค่ะต้มยำกุ้ง酸辣汤，然后就是用那个虾。对，红กุ้งเลยนะ哇！他已经帮我们剥好了，哇，这个最赞了。พร้อมกุ้งเลยนะ 哇！他已经帮我们剥好了，哇，这个最赞了。ขอบคุณนะคะปอกเปลือกให้เรียบร้อยแล้วด้วยเรียบร้อยค่ะ好爽哦！这里是剥好壳，看你咬一下，看有没有很 Q。然后这个画面是对的吗？男生烤，女生来吃，对的吧？通常就是这样子。我负责吃哦。没问题。
不会很辣。那现在帮我也用一碗，我现在喝个汤。然后虾子很新鲜，很 Q 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直接钓上来，所以大概这个过程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直接把它煮成料理。很新鲜，超级新鲜。是那个香茅的味道完美。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这几天在可能随便找一间餐厅吃饭的时候，对，有吃到那种酸，真的酸到大家都很酸的。这个是我觉得平衡宜重很够的。豪迈版的酸辣虾汤也太狂了吧！让你不用在汤里面捞半天捞不到半只虾，更不用捞到一只，就连塞牙缝都不够。霸气十足的建筑味酸辣虎虾海鲜汤，这样的吃法，一只虾就能让你上天堂。鲜甜的虎虾肉搭配酸酸辣辣的汤头，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他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口感？แล้วพี่ชอบแบบย่างหรือแบบ ย่างค่ะพี่ 哦，他 ย่าง 不喜 แล้วก็ 欢 ใช้ 烤。 น้ำจิ้มซีฟู้ดเอา 对，然后跟那个海鲜酱一起。就是烤完以后再加海鲜酱。对，泰国的海鲜酱真的是万用，跟你说。好，剥的差不多了，看这个烟在冒。汤跟烤比起来，烤的加这个酱，120分啊！因为它这原本就很 Q 弹，你看它那个肉的密度，它很扎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泰国，你什么东西只要沾了这个酱以后，它就会加20分。对，它那个整个层次就会出来。是我们的粉酱。真的，什么加什么都可以，很厉害，屡试不爽。那虎虾跟大头虾给你选一个，你会虎虾选什么？真的不用选哦。虎虾，对，因为虎虾这个味道比较好。真的吗？它肉又更扎实。哇！哦，你看这个蟹膏，不是这个虾膏。哇，这个虾膏也很赞。爽吗？爽，完美，好吃。好来，对，好来，好吃的意思。我觉得不用沾就好吃。不用沾酱就很好吃。对，那你沾完以后，你咬几口，我要问你，到底是大头虾，所谓泰国虾好，还是那个虎虾你喜欢？很难选，对不对？它的肉比较扎实。对，它的肉真的是很扎实。怎么办？我其实有答案了，你答案是什么？泰国虾你。还是喜欢泰国虾？因为我比较喜欢虾膏。哦，你喜欢那个虾头？对，那个虾膏泰国虾的太好吃了。你还是喜欢它里面那个精华部分？对。哇，这个虎虾真的很好吃，还有那个生蚝有没有沾那个海鲜酱，真的一流。但是因为泰国的食物就是口味重了一点，所以你的口腔味道也会比较重。那这样子，我为了要跟当地人有个良好的沟通，我还是要维持我的口气清新，对吧？刷给啊，刷给啊！哎，可心，我们来到这个建筑问这里，听说了，在这里有一台很有名的计程车。你要说它是摩托车也可以，你要说它是汽车也可以。哇，很特别的3轮车，它好像就是那一台。真的没有看过这种类型，好像古老的车子一样。对，它有点像那种老式汽车，大概1940年代、50年代那种。你正前方看是摩托车，但它旁边2边那个轮子就很特别。真的。哇，那我教他好了，有点帅。真的，你看黄色的牌子，我们可以สวัสดีค่ะ สวัสดีค่ะอันนี้เป็นรถที่มีเฉพาะที่จันทบุรีไหมคะ哦，这个只有这边才有，这边才有耶。可是我一直在研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有点像4不像。它这样看的外形，它是一个摩托车，对。可是看下半身，就是像一个汽车。然后那个设计有点像那种黄包车，有没有？虽然我是泰国人，可是你也没看过。我觉得最真的酷的东西是这个东西。你有看到在一台摩托车旁边有这个排挡杆吗？อันนี้คือเป็นรถ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หรือว่าเป็นรถยนต์นะคะ 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ค์ค่ะ เครื่อง ใช่ค่ะ แล้วก็ดัดแปลงมา และอันนี้มันมีมาตั้งแต่ดั้งเดิมเลยไหมคะ ดั้งเดิมค่ะ 这个原本就有了啊，这么酷！你要不要试试看 ต้องกดเกียร์ว่างก่อนนะ กดเกียร์ว่าง 你有看到它这个把有改过第一把的哦，然后要这样打档。你会骑吗，龙龙？摩托车当然会骑，但是这个档这个设计有点奇妙。对，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刹车吗？อันนั้นคืออะไรคะเบรกปะคะ ขาดค่ะ 哦，要先压那个，然后再把在打档哦，这是离合器的概念啊！我第一次骑这个摩托车要这样子，发动是怎么发动？สตาร์ทยังไงอะคะฝากก่อน ให้กดปุ่มนะคะกดปุ่ม อัน这个哦，我小心为什么会？ ต้องใส่เกียร์ว่างก่อนค่ะ 哦，要空的那个空是哪一个？ อันไหนคือเกียร์ว่างอะคะ ไม่ใช่อันนี้ค่ะ 刚刚的我就快把它用坏了。有一点怪怪的มีคันเร่งนิดนึงค่ะ 哎你会骑上去吗อันนี้คือเบรกไหมคะอันเนี้ย ใช่ค่ะ ข้างขวาเบรกใช่ไหมคะ ใช่ค่ะ 这个刹车刹车在右脚对对对对小心哦哇我没有打到档。那骑的话要小心，这个一直轮的。哎有哎，哎，龙，我先走了，拜拜。还好我没有撞，有一点危险。不要撞车哦。它跟你想象的骑摩托车有点像，可是因为它的打档的方式不一样。真是不容易，还好我只用了一档行驶，勉强能顺顺的驾驭。只是不过就是骑个车嘛，有必要搞到精神分裂吗？看大姐骑起来如此的轻松自在，驾照肯定不是用鸡腿换来的，我还是不要太逞强，乖乖当个好乘客吧。我觉得这里给我的感觉有点亲切。哦。对，因为像我阿公家在云林口湖中南部嘛，所以那边就是有很多牡蛎、很多蛤蜊这样子。然后你看我们这样今天来采这个牡蛎生蚝，我就觉得哇，那个味道很熟悉，就有点回到那种阿公家的那种感觉。对，特别的亲切。然后刚刚路边他们在晒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干货，我都觉得说哇，小时候我就是这样看着这些东西长大的。但是你也是第一次来这里？我第一次来这里，可是只知道它有名就是宝石，然后水果很有名，就有山竹、榴莲，对，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来。如果你不太喜欢人多或者塞车的地方，对，因为曼谷人就是这么多，然后搭车来这里，其实那种感觉也还不错。对，这算是泰国东部的一个湖，对，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对，然后这边开发没有那么多的完整，对，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那种下乡来去乡下住一晚那种 feel，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我觉得坐在这个车上，这个大姐她特制的这个特别装修过的车子，对，感觉也蛮好的啊。真的哦，那个也有人搭哦，还有哎。可是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感觉比较新。对，我们是比较有 fashion 的感觉。对。原来在这边真的到处都有，我以为只有这一台，结果没有。就你在路上都会看到说不同的。对，然后在曼谷都没有看过这种。完全没有。对。建筑问真的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不过口腹之欲满足了之后，心灵上的充实也不能忽略。因为最近这座神祇在泰国实在是太火红了，不止各个平台讨论度超高，就连我们来到现场也被这门庭若市的景象吓了一大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怎么那么热闹？这个呢是泰国最近刚有名的，然后因为它有人来拜拜，然后中奖过最多7个人，最大的奖哦。然后这边这么特别。对，然后这边叫หลวงพ่อพันล้าน。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对，然后直翻的意思就是老仙人，然后跟100万。所以呢，来这边的拜拜的人会获得100万的这样的幸运。财神爷的概念。对。然后我跟你讲哦，他不是神哦，他是道士。哦，他是道士。哦，等于说他就是一个得道仙人，然后有点法力这样子。对，没错。我往那边走。你看他们有贴金箔。你看这个都是金箔的，一张张的金箔，购买以后直接把它这样贴上去。对，没错。然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贴他的胡须啊，他的脸部这样子。它就是一个有点像地方民俗信仰。对，然后在这最近非常的火红，大概半年以内吧。原来这位100万老仙人属于泰国鲁氏，鲁氏也是源自于古印度婆罗门教，就是苦行的修道者，他们也被视为法术的鼻祖、灵力的导师，因此是智慧和神通的象征。สวัสดีค่ะหลวงพี่ เจริญพร หนูขอรบกวนสอบถามนิดนึงค่ะว่าวัดหลวงพ่อแก่ค่ะเงินล้านมีที่มายังไงบ้างคะ วัดพ่อแก่เงินล้านตอนจริงๆยังไม่เป็นวัดนะ
ยังไม่เป็นวัด ยังไม่เป็นวัด ใช้คำว่าอุทยานหรือธรรมอุทยานซึ่งในอนาคตข้างหน้าก็จะสร้างด้วย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อยากให้เป็นวัดในอนาคต 贴金箔这个是怎么由来？这个习俗？ หน้าทองเนี่ยเป็นศาสตร์โบราณ 是一个泰国的传统的一个魔法习俗，然后如果你贴到脸上的话，会造成一个人缘，谁看到你就会喜欢你的那种所以我们等。下就是要全脸贴这样子。对，其实我有贴过，可是没有贴过全脸过你之，前贴哪里？贴这边而已，然后两旁。在泰国，贴金箔是一项神圣的宗教传统，象征对佛陀的最高崇敬，而且根据自己的祈求方向，贴在佛像的部位也有所不同。而在特定的法事当中，也会有高僧将金箔贴在信众的身上，祈求改运。我觉得我现在就像实验室里面的老鼠，他们现在准备要贴金，然后他们的工具我可以看一下吗？对，这个是所谓的泰国拿ทองอันนี้คืออะไรอะคะ นี่คือแผ่นทองค่ะ 这个是金箔，你看，金箔真的里面真的有，真的有哎，对，你看，然后这么薄它，等下快飞走了。这样，你看很薄，他会用这个东西刷， อันนี้เอาไว้ทำอะไรอะคะน้ำมันกา เวลาหน้าแห้งก็จะทานน้ำมันอาจารย์ 哦，这个是香香的油，对，用如果你油这样沾上去就好了。你的脸很干的话，它就把油擦上去，然后再贴。还有润肤的功能。对，没错没错。通常一般人的脸需要贴几张金箔110张。 ？110张。对，110张。 OK， 好，那10分钟，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贴起来是什么感觉？ได้เลยค่ะอยู่นิ่งๆนะคะ他说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没有任何的感觉。对，没有。贴完之后，我们可以许愿，然后许愿，OK师傅会加持，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手就是搓一搓你的脸搓一搓，它就可以融入你的皮肤了。啊，因为我抬头纹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也不能动我的抬头纹，我怕它等一下全部掉下来。比化妆还要再重一点。啊，因为我抬头纹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也不能动我的抬头纹，我怕它等一下全部掉下来。比化妆还要再重一点。 พูดได้นิดๆพูดได้ พูดได้可以讲一点点，不可以讲太多，很重，味道很重。很奇妙的感觉，对对对。不知道是导演在耍我们还是怎么样，感觉被绑架了，对，会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哎呦，我看到金箔飞走了。那我们现在呢是要做什么？要加除。加持。不要逗我笑，不要逗我笑。好，加除。那这个画面是好看的吗？好看哦。一个摄影师一个点头一个摇头。好可怕！哇，好妙哦。 你真的亮了，变亮了，真的变亮了。我也是。对，看不出谁是谁，自己是谁。哇塞，这个也太特别了吧！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往脸上贴金哎，就好像在脸上贴了一块很重的面膜一样。而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师傅的加持仪式。那我们贴这个脸呢，泰文叫拿头，会就是帮助你的人缘，让人喜欢你。其实有另外一种是贴在你的舌头，这个对舌头上的话是，如果做生意或业务的人，你讲话都会有人相信你这样。讲话更厉害这样。对，双手要合十。双手合十。对，哦，还有那个圣水。 加持完之后是把这个水，然后抹在脸上，然后许愿，对，最后才许愿，一起许愿。过程中除了常见的圣水加持，还有一样鲁氏祖师灌顶的特有仪式。师傅会将象征祖师爷的鲁氏面具或神灵的面具戴在信众脸上，一边诵经一边灌顶，就像将法力注入一般，进而达到消灾祈福的效果。 จากสิทธิกำลังสิทธิคลายแก่โตสิทธิเดชโกที่จะสัมผัส
แก่ผู้คนทั้งหลายนำความสุขสมบูรณ์โดยรวมผลผลของความปรารถนาทุกประการอ้าวเพลงคุณล่ะแก่这样就好了。好了，你的镜头快不见了。真的吗？真的，快了，快了。代表我愿望会实现。对。那我们刚刚有做拿那头了，我们要买乐透。可是它怎么分辨啊？这个120万。120万。对，大奖是120万。220。一套有2张，2张220。对，你喜欢什么数字？先看一下，那个台湾人最不喜欢4，对不对？对。这到底这一才是。4的这张。好。直接拿吗？直接拿。那你也选一张。我喜欢2。这样怎么兑奖？就是会有一个题，然后我们可以看电视，然后会有可以问说你有没有中奖这样。是会有2张这样。对，然后第一个奖项是600万。600万。但是600万下来就是20万，对，然后8万、4万、2万这样子。对，还有就是靠近第一个奖项是10万，对，没错。啊，那我们要付钱。好，对。我要记得付钱。什么时候开奖？还有说吗？2月16号。有吗？又一家泰国人了。虽然中不中奖我是不知道啦，不过既然都来到了东部，还有一座庙宇更值得拜访。它不只是以改运祈福灵验而闻名，而是整座庙宇充满了艺术气息，更多了一种宁静且又梦幻的氛围。我们刚来到这边，以为这不可能是庙啊，对不对？对，因为设计真的是不同的。我们看到的庙，比如说在曼谷哈，或者是其他地方，它都是金碧辉煌、亮晶晶的。对。但是我发现它这个其实是蓝色的，蓝色为主，而且它很特别哦，它是全部都是瓷砖。我来给大家看后面这个东西，有点太壮观了。我来给大家看后面这个东西，有点太壮观了，很漂亮。对啊，你很难想象哦，这样是一间庙，泰国的庙。你有看过这样的庙吗？没有。我觉得在泰国应该是唯一的，因为其实，在清迈还有一间蓝庙，那它那个蓝不太一样。对。它这个蓝是属于青花瓷的蓝，它都用画的。对，它是一笔一笔这样画上去的。对。你看那个大雄宝殿，哇，好漂亮哦！太帅了，而且这个阳光这样洒下来，真的很完美。为什么要用这样瓷砖来建设这个庙？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海边，会有海风侵蚀，那个风会带有盐分，所以如果用一般的木头啊，或者是一般的材质的话，其实很快就会腐蚀掉了。所以它如果用瓷砖，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它全部就是用瓷砖把它打造而成的一个泰国建筑问的一个蓝庙。我发现了，你看走到这边，他们在修补的区域就在这里。哦，它是先画好，然后再一个一个拼上去，跟拼乐高是一样的。那我听到那个声音哦，真的。第一次觉得这个泰国的庙宇这么的漂亮。真的。哇，越近看越很漂亮。对啊，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艺术品了。这座蓝庙最早建于1946年，由于地处河海交汇处，饱受海风盐分的侵蚀，到了1989年已经无法正常的使用，于是，在1991年修整，而且不只是外观，就连佛殿内部也极具艺术气息。我发现一个细节了，你看到正面大雄宝殿这边，每一个菱形里面都有一尊佛，好细哦，满满的整面墙都是。里面会有大佛的故事，你看，大佛的，哇，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应该就是释迦牟尼佛，对，然后他的故事，对，比如说
他在那个菩提树下对得到的画面。来，这个工艺其实很特别，它是用贝壳拼贴的。然后这个人会捐这个给爸爸妈妈的之类的，但它每一个就很亮。然后这个全部都是不一样，你看外面它是用瓷砖，蓝白色瓷砖，然后里面是用贝壳，其实就是都跟建筑问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有相关。因为你看旁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海。从水上人家、海上生活到充满信仰与艺术的蓝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观光客眼中的泰国，更是自由的旅行者深入在地的视角与感受。而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也往往就在那些最贴近日常的瞬间。泰国东部的旅程未完待续，期待大家与我们一同感受吧。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吗？ YT 还有英文字幕，快点分享起来！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超赞的泰国好礼，还有最新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